中国深受美国制海权威胁，破局关键在哪里？中国又能否真正掌握住破局点？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：美国制海权扼住中国脖子，中国能否顺利破局？重岛利器奠定根基。近代以来世界中心逐渐从东方移到了西方。之所以会这样，离不开海运崛起的因素。毕竟和陆运相比，海运的成本低了不止一筹。在全球化经贸往来中，最方便低廉的就是海运，而各国之间经贸合作的基础也是海运。可以说，掌握了制海权，基本上就等于掌握了全球经贸交流的命脉，掌握了世界的经济秩序。纵观世界近代史，每个帝国的崛起都无一例外地会伴随着海权的扩张，如此也难怪美国会将海权理论奉为圭臬，并不遗余力地推行海权战略。而随着中美关系的日益紧张，中国也是无时不刻不再受到美国制海权的威胁。这个威胁的点就在于马六甲海峡。我们都知道，中国既是一个能源进口大国，每年都要从世界主要产油国那里进口几亿吨的石油，也是一个商品出口大国，每年都要向世界各国出口价值几十万亿元的商品。而这些能源商品进出口大多数都要从马六甲海峡经过。但问题是，马六甲海峡的一个峡口却是掌握在新加坡手里的，而新加坡又和美国的关系十分密切。虽然说新加坡现在看似和中国关系也还可以，经贸合作更是越来越深入，但如果非得让新加坡从中美之间选一个的话，新加坡绝对会选择美国。毕竟美国在他国内有军事基地，而他的国家安全也都是依赖着美国，在安全依赖面前，经贸关系完全没有分量。因此，美国可以说随时都能封锁住马六甲海峡，掐断中国的进出口命脉，让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立刻翻车。这无疑是扼住了中国的脖子。那么，中国该怎么做才能正常呼吸呢？答案就在南海。首先呢，南海正对着马六甲海峡的东南方的峡口，也是新加坡控制的那个峡口。因此，只要掌控住南海，就等于拥有了马六甲海峡的主导权。然后，从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的最安全路线就是经过南海，其他航线要么路程更远，推高了成本，要么就是水温条件太恶劣，一般船只完全没办法通过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只要掌控住南海，就算马六甲海峡还在美国的控制之中，我们也可以互相威慑，让美国投鼠忌器。另外呢，既然南海是最安全路线的关键节点，那也就是说，一旦掌控了南海，我们可以直接攻击美国的全球制海权，比如削弱它在印度洋的制海权，这说不定还能引发连锁效应。到时候，即使不让美国的制海霸权崩溃，也足以元气大伤。同时其他东亚国家也一样十分依赖这条航线，届时不管愿不愿意，他们都只能和中国交好。至于会不会脱离美国控制，就要看到时候的中美局势了。而中国能不能掌控住南海呢？如果是20年前，甚至是10年前，我心里都是没有底气的。但时至而今，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一句：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的海军力量已经今非昔比。过去我们由于海军力量太弱，即使南海周边国家在美国的怂恿下将我们的岛礁都侵占了，我们也只能在靠近海岸线的几个小岛上干看着。面对他们时不时的挑衅行为，我们更是无能为力。但是现在不同了，随着导弹驱逐舰的交付，先进战机的部署，也随着航空母舰的下水，我们在南海的军事力量迅速强大起来，已经无惧
美国了。2016年中美在南海对峙，中国足足派出了4位上将，这是史无前例的。海军更是出动了3大舰队的全部军舰，足足100多艘。同时，美国也是派出了2个航母编队。这场对峙可以说是冷战后规模最大的军事对峙之一了。最终对峙2天后，美国军舰还是灰溜溜的退走了。前段时间翻脸如翻书的菲律宾，在美国的怂恿下，又一次挑衅中国，擅闯南海岛礁，对中国倒打一耙，制造外国记者窜扰事件等等。最终，菲律宾激怒了中国，解放军先后对仁爱礁、仙滨礁、中业岛等岛礁进行巡航。菲律宾偷鸡不成蚀把米，不但没有占到什么便宜，还彻底失去了多座岛礁周围的海域的共同开发权利。而这件事却并没有引起什么风浪来。种种迹象无不表明，南海地区已经越来越稳定了。当然，这除了中国的海军已经强大起来之外，还离不开我们的另一大绝招——重岛。在外国人眼里，中国还有另一个称呼，叫基建狂魔，意思大家也都知道，就是说中国的基建能力十分强大。事实上，这个称呼一点也不过分。单说在南海的重岛行动，中国以3大岛礁为核心，出动了重岛利器天鲲号，仅仅18个月的时间，就成功种出了其他周边国家45年才种到的面积。通过这一绝招啊，中国在南海远离海岸线的地方有了舰艇停靠港湾，有了长达3000米的飞机跑道，马六甲海峡终于被中国的空天军囊括进攻击半径。从此，中国总算有了威慑美国东南亚军事基地的能力，南海主导权也由此奠定了根基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